现在是时候把比特币换成以太坊吗？如果你对这个问题感兴趣，请随我看下去。有人问我比特币的多单关了没？那我目前呢在 Bybit 上面依然持有这张比特币的多单，大家可以看到入场价是在36500左右，那开了50万美金左右的仓位价值，目前的获利呢大概有0.36颗比特币，如果换成台币的话，大概是40多万左右了，扣掉资金费率的话，那收也算是还勉勉强强还可以的，虽然说还没有跑出利润。那如果说你也想尝试交易的话呢，非常欢迎你可以点击影片下方的 Bybit 链接，现在只要 KYC 入金100美金，就会送你30美金的现金，而且你都可以直接提币走，或者你质押500美金1个礼拜就可以获得60美金的现金，一样都可以直接提币走的，也都不用做交易，也没有其他任何要求。好，那我们回到以太坊盘面上吧。其实这个时候呢，我在思考一件事情，我们要不要大规模的把比特币换成以太坊？那其实我对于这个问题呢，在前一阵子我就有做过复盘了。那我们这一次呢，我们再来做一个通篇的复盘，或者说角度不一样的复盘好了。那首先呢，我们先复盘一下以太坊的历史。我们从上一轮的牛市开始复盘起，我们可以发现，以太坊在上一轮的牛市它的涨幅是非常可观的。什么意思呢？我们来测量一下，我们从最底部，然后拉到最顶部。当然，我们不可能是买在最底，卖在最顶，这是绝对不可能的。但是我们至少可以测量一下它的涨幅有多少，我们可以把握的，可能抓住的大概有多少。上次是涨了5300多%，也就是53倍多左右，这是相当可怕的。因为我们看一下比特币呢，我们可以发现比特币它从最低点到最高点呢，也仅只是17倍的涨幅而已。那比特币只有16、17倍，哇！以太坊它居然有53倍53倍，大家没有听错，就是53倍，也就是2万美金呢。你买以太坊在最低点，你拿到最高点，你会变成106万美金，就是这么夸张。但是呢，这个可是大牛时候的行情，在大牛的时候呢，以太坊它的涨幅呢比比特币猛，这个是千真万确的。但是以太坊它的涨幅是集中在我们大牛的末端的时候，这个才是它涨得最可怕的时候，也就是开始加速的时候。那我们现在呢，其实还是算处于在小牛的行情。那我们就来复盘一下小牛的涨幅怎么样吧。其实小牛呢，并不是以太坊它涨幅主要集中的位置。其实我们可以量一下，我们从小牛的最底部呢到最顶部，它就是347%，也就是 3.5 倍左右。那比特币呢，其实比特币它也有 3.5 倍哦。而且我认为在小牛的时候呢，做比特币绝对是比较好的选择哦。3.3倍、3.4倍，基本上比特币跟以太坊呢，在小牛的涨幅它是没有太大的区别的，所以基本上差不多，真的是差不多。那这个时候呢，如果是我一定会选择做比特币的，因为比特币它的波动比较小，或者说下跌的时候，下跌的时候，它的面对的风险是比较小的。你可以看以太坊，它下跌的时候，这风险还是很大的。像比如说它第一根的这种下跌比较明显的这种下跌，就是26%。26%是什么概念呢？100万美金它就会直接变成74万美金，这是很可怕的，真的很可怕的。26%的这种跌幅但比特币呢，它跌它是慢慢的跌，缓缓的跌，它在顶部呢也徘徊了很长一段时间呢，是有给足你时间去逃顶的。我认为比特币是有的，但以太坊呢没有。而且在面对下跌风险的时候呢，比特币它抗跌的能力呢，一定是比以太坊要更好的。所以我认为我们在小牛的时候呢，就应该要玩比特币，或者说仓位比较多的应该是在比特币身上。当然我自己有配置一些以太坊，但是现在呢，我还是以比特币的仓位为重。那我们来看一下以太坊对上比特币的图表吧。其实从这个图表我们可以看到呢，这个图表的最低点没错，就是最低点，在2019年的9月2号出现。这什么意思呢？我们来回顾一下当时比特币的9月2号，2019年的9月2号在什么位置？大约就在小牛创出顶部之后，后面的盘整，大概就在这个位置。那你可以发现，其实当时呢，是我们小牛已经走完之后，也就是我们小牛市走完之后呢，往后的这一段行情无论是震荡，无论是暴跌，无论是大多头的上涨呢，都是以太坊比较强势。所以我认为我们要在当然以时间点来说，我们是已经超过了，但是我认为我们要在小牛市之后呢，见顶之后我们才会看到以太坊走的一直以来都会比比特币强势，这个是我们对行情的预期。所以现在呢，我自己那我们结论就是，我现在还是以比特币为重。那当然有持有一些以太坊，不过呢，仓位绝对不会大于比特币，不然我就会把全部的仓位换成以太坊了。那我们来看一下，其实以太坊呢，
我们从技术的图表上来看，它是很看涨的。怎么说它很看涨呢？我们从现在我们可以往上拉一下，如果说我们到达目标价位的话，也就是大概在3300左右，大概是60%的涨幅，这是很可怕的60%。那如果我是比特币的话呢，我们如果就走到我们上一个箱体的上缘呢，大概44000、45000吧，也就是20多%左右，20多%，了不起好一点到48000，也就是20多%，将近30%左右。那其实这些涨幅呢，都远远要小于以太坊。如果说我们走到比特币44000、45000相对应的位置的话呢，那大概是3000、3300。那如果说走到48000的话，那大概是3600，那就有76%的涨幅了。所以这就可以见到以太坊它在上面呢的空间或者说它的潜力，绝对是比比特币要更大的。前提就是我们要突破现在的阻力了。而且你可以看以太坊它连前高都没有被突破，你可以看到前高的位置呢都没有破。那我认为如果这里被突破的话，以太坊它的涨幅呢，它会出现像比特币这种涨幅，会出现像比特币呢在突破32000之后所出现的这种行为，也就是涨得很顺畅。那这个是我们可以去期待的，也就是我现在有埋伏一些以太坊，但不多，主要还是在比特币身上。那如果说以太坊它接下来突破了重要的阻力，并且展现了强势之后呢，那我就会开始慢慢把仓位呢再转移一些到以太坊身上了。因为我们从复盘小牛市的行情还是比特币它比较占优势，以太坊呢还好。以太坊是在大牛市的时候，尤其是在牛市的末期的时候，它才会占据了绝大的优势。好，那我们还是回到比特币身上吧。其实我们在比特币身上呢，我认为这个调整它依然非常的强势。首先，这个下缘呢，调整的下缘它并没有被跌破，而且你可以看到我们现在呢量呢它是在逐渐缩的逐渐走缩。那我们在调整的时候走缩量，这是好的。上涨的时候呢要有量的，那回调的时候缩量就没问题。再来，我们可以看到4小时，其实我们走的这个通道我到现在还是不认为它有被跌破。但是呢，其实我们在这里震荡的越久对于多头来说是很不利的，因为你可以看到我们这个形态呢已经走到末端了。那如果我们在末端呢，它最终还是没有选择出方向，那我相信这肯定是多头开始展现弱势的一种表现了。当然，展现弱势不代表就结束，但是如果说我们在后面的这段时间，或者说我们就在这周吧，我觉得这周已经蛮极限的了，就在这周我们就必须上去了，不然我们这个形态呢，这个调整的通道也好，形态也好，它就会慢慢被破坏。好，那如果大家觉得我的影片对你有帮助的话呢，非常欢迎你帮我的影片点赞、订阅、分享、开启小铃铛，就是对我最大的支持，真的非常非常感谢各位，拜拜。